你記住門口有隻橫路，子孫多數有富貴噶。乜嘢係橫路啊？咁我屋企算唔算啊？打橫打地唔過馬路，咁咪橫路啦。你屋企有冇啊？嗱，舊陣時嘅人生產力水平低，可能起間屋都要花費好多嘅人力、物力、財力先至起到間屋。咁起咗間屋之後，可能子孫幾代人都住喺呢間屋。咁所以起屋對於以前嘅人嚟講係一件人生大事，有好多講究嘅。咁關於起屋嘅選址就有句俗語啦，叫做門口有橫路，子孫多富貴。字面上嘅意思即係話屋企嘅門口有一條打橫嘅馬路，對子孫後代都會有好處，甚至會帶嚟財富咁話。咁到底係咪真嘅呢？你住緊嗰間屋又係咪呢？嗱，我哋試下從3個方面去分析咯。咁從古至今，馬路兩邊嘅房屋都被認為係風水寶地嚟嘅。咁尤其係一啲大嘅城市，街邊黃鋪可以話係寸土尺金。咁老一輩嘅人之所以中意沿住馬路邊去起屋，嗱，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如果門前有橫路嘅話，咁對於以前生活條件差、冇交通工具嗰個年代嚟講，出行就比較方便啦。咁慢慢起下起下就形成咗街道啦。咁交通方便，即係證明地理位置好啦，人來人往，隔離鄰舍都有佢照應，對日後子孫後代交際方面都會有好處。咁所以門前有橫路就有咗後半句子孫多富貴啦。咁第二方面呢，有橫路就有橫財噶啦。正所謂要致富先修路啊嘛。如果屋企門前有條橫路嘅話，可以話係幫自己嘅子孫後代留咗一條致富之路啊。咁你見到依家啲街鋪有幾旺，租金有幾揦脷，你就知啦。嗱，尤其係嗰啲一棟上面住人，一樓就沿住馬路邊，可以做翻啲生意仔啊、小買賣。咁對比起門前冇橫路嘅選址，嗱，從商業嘅角度嚟講，門前有橫路就可以話係佔盡天時地利咯。咁第三方面呢，門口有橫路等於有財，有所就有財。咁第三個角度就要從古人嘅風水學去講咯。古人係好信風啊、水啊呢啲嘢，將路同流動嘅水扯埋一齊講，認為門前有橫路，即係門前有水咁解。以水為財，好符合前有照後有靠嘅格局。咁喺古人嘅觀念裏面，認為山主人丁水主財，咁所以話門前有橫路，即係代表有財富咁話。咁講到呢度，可能有人話啦，呢啲都只不過係迷信嘅講法啫。嗱，我哋試下從科學嘅角度去分析咯。我國房屋嘅走向一般都係坐北向南，咁呢一個方向嘅採光係最好，就算係刮大風套，嗰埲牆都可以擋得住，住落就有一種冬暖夏涼嘅感覺啦。而呢一個坐向仲會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門前一定會有一條橫路，咁一打開門就會覺得好涼爽，光線又充足，住落就會覺得好舒服啦。咁住得舒服，自然覺得人都精神啲嘅啦，所以就有咗呢一句門前有橫路，子孫多富貴嘅講法啦。但係要注意嘅就係呢一個橫路唔係指大馬路正對住屋企門口嘅大門，一打開門就見到一條直路，一直直咁出去，一路向西咁嘅感覺，唔係咁吓。喺以前農村就會有呢一種起屋嘅情況啦，後面係靠山嘅，前面門口就有一條路。咁按照老一輩嘅講法，話咁樣係唔老禮嘅。嗱，之所以話唔好，咁其實主要係怕唔安全，怕落雨嘅時候啲雨水夾雜住泥板啊、石仔啊，衝入到屋企門口。咁如果人行或者係車行得快嘅話，又驚剎唔住掣，衝入到屋企，到時候真係人又冇，屋又冇啊！咁再加上如果車來車往，就會分散主人家嘅注意力啦，咁樣就唔係咁好。嗱，呢一點係關乎到安全隱患嘅問題。所以以前嘅人起屋嘅時候，就算後面有山或者係前面有條路嘅，都會起屋嘅時候將呢間屋同條馬路錯開先至起。咁係咪門口有馬路就得呢？係要又平又闊個馬路，唔係反公認嘅路。另外呢個橫路係要平坦又寬闊嘅馬路，而唔係反弓形嘅路。咁乜嘢係反弓形嘅路呢？即係話你住緊嗰間屋正面對住嗰條馬路呈 U 型彎曲向外延伸，即係好似咁。咁老一輩嘅人係好罩忌門前有反弓路嘅，認為門口有反弓路就好似有把箭，隨時都會拉弓射箭射埋嚟，左睇右睇對屋主都係好不利。咁所以民間就有個講法叫做門前反弓，希望總落空，誇張嘅講法啦。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怕車水馬龍嘅時候，
啲車左轉彎右轉彎，又嘈又唔安全，隨時都可能會有交通事故，先至會咁講嘅啫。屋企有個丁字路口又唔得噶咯因為丁字路口好容易令人產生視覺盲區，咁如果有貨車開入嚟，見唔到人，又或者係見到人一個急轉彎扭軚過去，就會鏟埋阿邊個間屋啦。呢一個亦都係存在安全隱患嘅問題。咁所以老一輩嘅人就認為啦，始終門前有橫路先至好，起碼安全啲，做生意都好啲啊。但係呢句門前有橫路，子孫多富貴嘅俗語，未必啱現時嘅人嘅居住環境喎。因為依家好多人都中意住喺啲比較靜局嘅地方噶嘛。所以無論話係乜路都好，無論你屋企有路定係冇路，適合自己住得舒適先至係最好噶嘛，係咪？咁再加上一個家庭子孫後代嘅命運，又點可以交俾一條唔知咩路呢？想要家庭興旺發達嘅，必須要靠子孫後代努力同埋爭氣啊嘛！你話啱唔啱呢？好啦，咁今期分享住咁多，到最後想問下大家，你屋企門口有冇路呢？又有條乜嘢路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